第一次来岘港，最怕的就是人生地不熟，换会被坑。别担心，这支影片带你从岘港机场落地那一刻开始走，入境怎么过，出关往哪走，到市区怎么搭车，接着是重点换汇，带你去正规安全的换汇所，实测不同地方的汇率，有没有必要为了汇率特地搭车跑更远呢？直接用表格算给你看。我也会分享常见的诈骗手法，哪些话术一听到就要立刻提高警觉。还有冷气开好开满的佛心价螃蟹吃到饱，再用国旅价格无痛升级5星级饭店，实际花费跟避雷重点放在影片后面一次整理给你。下飞机了，一进来这边右手边马上就有厕所。那我们现在要去入境检查，这边有租借婴儿推车的地方。其实岘港机场非常的小，就是下去了之后就可以直接入境检查。那这边我就先不拍摄了。好，我们现在已经入境岘港机场啦。那其实刚刚入境的状况非常的顺利。刚开始一入境的时候，只有4个入境检查的柜台，其中有2个是给快速通关的。所以我们搭手扶梯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人他是有买快速通关，代办的人就会在手扶梯下方等着你，然后带你进去快速通关的柜台。那我们这次没有买，我们就是直接排一般的柜台。后续又有另一班飞机的航班的人下来了，所以人就变得特别的多。我还想说啊，会不会这样子后面的人要排更久？结果不会哦，现场又直接再开另外一柜，所以总共现场有5个柜台办理大家的入境手续。所以我刚刚算算，我们整个入境等的时间大概是20分钟而已，所以算是非常的快。其实岘港机场非常的小，大家想要赶快入境的话，我建议大家你就先在飞机上面先上完厕所，一下飞机之后你就直接冲手扶梯，赶快从2楼下来，就可以直接排入境的队伍了。那至于要不要买快速通关呢？我观察下来，其实我觉得不需要买快速通关。即使你真的很快出来了之后，你还是要等你的行李啊。那我们刚刚排完入境检查手续出来之后，刚刚好就拿好行李，我们就可以直接顺利的出去咯。在入境检查柜台旁边就是办理落地签的地方，不建议大家到现场再来做落地签，因为就是时间的问题嘛。我们的影片也会教大家如何在台湾就先办好越南的电子签证，后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教学哦。拿完行李，假如你真的忘记带 SIM 卡、网卡的话，旁边有一整排 SIM 卡的柜台可以让你购买。我们这次提前先在 KKday 购买好网卡之后，我在飞机上就直接把我的 SIM 卡先装好了。它使用的网络是越南当地的电信商，飞机一落地我就可以开启网络。建议大家能提前先购买 SIM 卡，到现场之后才比较不会手忙脚乱。我这次是买每日5GB 的方案，对于平常可能你空闲时间要看网络、刷社群媒体，我觉得是非常的够用。购买方式有2种，第一个你可以到桃园机场在现场领取就好，或者是邮寄到你的家里也是可以的。假如大家想要在机场这边先换一点钱的话，从入境的大门这里出来左转，前面有一排的换汇所，我们去看看这里机场的汇率大概是多少钱。机场换汇的话，大概是1比800，还是比在台湾机场换还要划算一点。台湾机场换大概是1比750，通常我来机场还是会先换一点点，因为避免说我中间可能等一下先去吃饭，或是说有些其他的状况的话。Yes， 我先换1000块啊，这边有80万越南盾。2, 3, 4, 5, 6, 7, 8。好，确定，没问题。When you exchange more 1,000 of like 5,000 or more, the rate will be higher. If you exchange, will be this one. 如果再高一点的话，它是1比820。为什么这么多换汇所我会选择来这间呢？听说在机场换汇有一些陷阱，他会用其他的什么手续费啊去糊弄你，结果实际上你拿到的钱很少。选择这间原因是因为它是越南的银行，其他的说真的我不太认得，但是我认得这间越南的银行，所以我就直接来这里换。刚刚我要在换之前，我也实际的跟他确认说，我1000块我会拿到多少的钱，我直接用计算机跟他算，算完之后也确实我是拿到正确的数字，没有中间被抽了一层手续费，所以来这边换是 OK 的。
我们现在要去搭贵人的地方，是你出来之后过这个马路。Hello，taxi。这边有一些计程车司机诈骗的行为，怎么诈骗？他假装是你的 Grab 司机，就跟你说：“你搭计程车在这边哦。”然后你就乖乖的上了他的车，他发现这不是我叫的车啊。增进的旅途，请注意，近期出现一些不法分子冒充华人车司机。如果有需要寄存行李，就在 Grab 的对面，这里有一间可以寄存行李的地方。比如说你回程买了很多东西，要先暂放去其他地方逛逛，就可以来这里有寄存点。May I say the price? Thank you。寄存行李的价格78000越南盾，或是说你有寄送的需求，从岘港机场送到岘港市区的话，你可以直接来这里寄送你的行李到饭店，然后直接跑下一个景点。在岘港这边呢，我们不太建议大家计程车，因为一来它不是透过 App 去叫车，所以有可能他到了目的地之后，跟你另外喊了另外一个价格。用 Grab 叫车，也建议大家可以先把信用卡绑定好，因为越南盾的数字很大，以防大家刚来的时候你不太熟悉它的币值大小，不知道怎么把钱给司机。那还有另外一个常见的诈骗状况是，司机接到你之后让你取消订单，但是千万不要取消订单哦。一律以 App 上面显示的为主，因为这样子就没有一个官方机制来保护你的行程。再来是之后要付款的时候，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假如你真的不想绑定信用卡，要用现金付款也行，那你一定要把你的越南盾的大钞跟小钞分类分开好，不要拿错张。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千万不要让司机或是陌生人，甚至是店家来碰你的钱包，因为他有可能去用很快速的手法，然后中间偷换掉包都有可能的。曾经还看过一个诈骗的手法，在付钱的时候，客人付10万块越南盾，结果店家很快的手法把它抽换成币值比较小的，然后跟他说：“你只有付我5万块而已哦，你要再补多少钱？”这是之前我曾经看过的诈骗手法，所以大家在付现金的时候要多小心。也可以跟他 double check， 我是拿10万块越南盾给你，那你要找我多少钱？也许他是真的好心啦，但是我们也有可能真的刚好遇到坏人，他可能好心帮你说Sir, ticket airport. Ticket airport. 哦 ，20。Yeah. 好，Wait a minute. Yeah, thank you. 因为 Yeah. 从岘港机场到市区会有个过路费，由我们乘客来付的。那我之前做功课，大概机场过路费听说是15000越南盾左右。那他刚刚跟我说是2万块越南盾，那可能是最近有调整，我不太确定。但是只要超过这个上限，假如他跟你开价10几万越南盾，就等于大概台币100多块的话，那就是不合理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刚抵达饭店就碰上浪漫婚礼，我都想坐下来喝喜酒了。喂，入住手续 OK。虽然我很想直接扑倒在这张软绵绵的床，但是我们先留着晚点开箱，因为我们要去挑战痛风全餐。螃蟹、大虾、海鲜统统吃到饱，重点是那个结账金额啊，我真的很担心老板会亏钱欸。会选这间海鲜吃到饱的原因是因为位置环境很不错，有大片的落地窗，可以看到对面的市区的景色很好。有的在岘港吃海鲜，它是半户外的地方，没有冷气，但是在这里你可以舒服的吹冷气吃海鲜。这间一个最大的优势，它是连锁店。其实我很喜欢挑连锁店的原因是，它有进货成本的优势，以及它人力上的优势，所以它的海鲜的量一定是会很充足。连锁店的新鲜度跟干净的程度，大家也是可以比较放心，因为它在整个越南有很多间的连锁店，那岘港这边只有1间，那其他的是在福志明以及河内的店。你这边的人力还蛮充足的，因为刚刚前面接待的服务生就非常多，所以你也不用担心找不到服务生来帮助你。
所以这间我觉得还蛮适合带长辈来或是朋友来这边聚餐，有很多的螃蟹、虾子，价格不贵哦。大家猜猜看，这一餐吃到饱多少钱？而且这间餐厅是没有限时的哦，我们从11点可以吃到下午2点，等于你可以整整吃3个小时的时间。从饭店搭计程车到这间海鲜吃到饱，大概8分钟左右的时间，所以算是非常的近。过了龙桥之后，有一栋百货公司的大楼就在这里。这边菜色很多，大家可以看到有日式料理、有炸物、有披萨。不过来这边就推荐大家好好专心吃螃蟹啊，或是虾类 ，CP 值非常的划算。要注意是这一间是不收现金的，以及上面的价目表还会再另外加8%的税金。这边的饮料是要另外点的，它会给你一个价目表，可以看一下你要喝可乐、汽水还是果汁之类的。吃完这间海鲜、螃蟹跟蟹类是真的还不错啊，以及鱼都有新鲜，因为如同画面上面看到的，是真的有一缸活的海产在这里哦，所以难怪它的海鲜还不错哦，都是新鲜的。而且它到后期都还有补这些高贵的食材，不是说到后期都不补，它补换的频率蛮高的。对，没错，即使到最后我快结束的时候，我去看螃蟹、虾子都还是满满的，这部分大家就不用担心。其他的熟食，例如像刚刚吃的牛排，以及甜点，像粤式甜点，其实品质都还算到中等。我觉得这间的强项真的就是海鲜，其他的说真的，我觉得很普通啦，大家不要浪费胃去吃其他东西。但可惜它的饮料是自费，所以相较于台湾吃到饱的一些饮料的种类多元性来讲，这边要自费，有点可惜，因为它没有咖啡机。像我有点想喝咖啡的人，所以在台湾的吃到饱习惯跟越南的吃到饱习惯不太一样。我觉得啦，有酱料类的，其实调味可能不太符合台湾人的胃口。像我刚刚吃的凤梨虾球，这凤梨虾球味道是真的还蛮奇怪的。还有鸡翅，我觉得鸡翅也不太 OK。帮大家实际品尝过这些海鲜之后，是真的还不错，很推荐大家来这里吃它的海鲜。吃饱喝足了，接下来就是女生的战场啦。来岘港没去汉市场，就像来台湾没去过西门町一样。但我今天不是来买芒果干的，我要来当越南小姐姐，定做越南的国服奥黛。听说这里定做的价格等于台湾买1件 T 恤，这是真的吗？提醒大家来汉市场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你的钱包，因为这里人比较多，记得把钱包都往前摆。很多旅客会来这边买伴手礼，不过这边的商品是没有公定价，必须要跟商家杀价。那像我比较不喜欢杀价的人，我就推荐大家来这边买。之后我会再带大家去，因为是公定价又可以刷卡，类似大卖场的地方买伴手礼，也比较不会有产品不新鲜的问题。那我们这次来这边的目的是，我要去2楼定制奥黛，在回来那边也可以租奥黛，不过1天大概是20万到15万越南盾之间。那像我可能想要穿个2天，那其实就不划算了。而且在这边定制还有一个好处是，它大概3-4个小时就可以拿到奥黛，以及根据你的身材去定制，所以会比较合身一些。这个奥黛油裤25万，我是不留。这个定做放开了，定做多少钱？这个定做全部哇，这个全部定做。你要多少？我可以便宜点的，我便宜点60万可以吗？不行，开始 SML， 这个不定做30万可以，分我定做再贵一点点的。现在学人很用力的在杀价，一直价钱的攻防，大家可以看到，你可以很仔细的去挑里面的颜色。像学人他想要白色的，店家就拿了白色的样式跟他说：“这个看看，觉得他喜不喜欢这个材质跟颜色。”
做了60万几千。那个呢？啊，这个60。里面的布是比较贵，是不是？像那种痛肤的有蕾丝的比较贵，他说定做一整套要600块。懂。那刚刚那种我是一般的布，懂。素面的有一点点刺绣的是400块。好像来要摸乳像，可是这边很窄的。对。但就是在选购奥黛的流程。反正你觉得这个好看吗？但我不喜欢这个颜色。这个是不好看。对啊。那你觉得这种好看吗？这也还好，这也还好。刚那件是不是比较好看？对啊，一定是那一件啊，不用看啊。没关系，我等下再回去，他就会好好的对待我。哇哦，这边有更亮的，这个布也太闪亮了吧Beauty loss need to 啊 ，yes， this one is blank color， no flower。像这件啊，它这种一般的布料包含定做，它才30万，然后蕾丝的这种40万，比刚刚那边更便宜，包含修改哦。所以这边有个诀窍了，它有镜子，越往里面走，价格越便宜。对啊，不要在外围直接被人家拦进去招揽生意。这白色好像蛮好看的。蛮典雅素质的，而且加点铁灰色。好的，我们现在定做完了，现在时间是下午2点半。他说我们5点的时候再过来取奥黛就可以了，所以刚刚的价格很划算哦，包括选布料以及定做，总共是30万越南盾。现在定做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去汉市场附近逛逛，附近有还不错的店。5点再过来拿奥黛。逛汉市场把钱花光光怎么办？没关系，旁边就是大家公认的换汇圣地。做功课都说要来这间银楼，人真的超级多。但是身为省钱小夫妻的我们，误打误撞发现饭店附近的汇率居然完胜这里。想知道去哪里换汇最划算？记得看到最后哦。现在还820哎，我换店的还要低哎。这边是热门闹区啊。Because of the Vienna policy is okay. OK. 他们好像都支支吾吾哎。这个他们法规本来就不是很严谨。如果你觉得汉市场的伴手礼太普通了，那这4间宝藏店铺请直接收藏起来。第一站，这件手工编织包，救命啊，真的太可爱了，背出去绝对不撞包，是100%手工的，所以这边单价比较高一些。还蛮好看，蛮 lady， 蛮搭你现在的。你看一下你镜子，它是竹编的，然后还用珠珠去点缀。哎呦，600块哦！还有绝对不能错过越南巧克力界的爱马仕，这真的是我们吃过最好吃的。逛完汉市场定做奥黛之后啊，时间大概是接近下午，有点西晒。这时候太热了，我觉得去粉红教堂拍有点太晒，所以我们先决定来附近的咖啡厅。那这间咖啡厅很特别哦，是之前我们开伴手礼的时候，我们一直很爱的马福巧克力。它竟然在现场这边有咖啡厅了耶，所以我们就哇，赶快来这边朝圣。他们的招牌冰巧克力，我想让你先喝一口。云流超爱巧，像之前伴手礼一样，让你很惊艳吗？也还是蛮惊艳的。我觉得马福它可怕就是它的巧克力是深不见底的韵味。我在喝一个饮品，能判断它好不好喝，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我喝下去之后的5秒，它在尾韵是否还残留着淡淡的香气。这个巧克力做到了。它打成是巧克力奶昔的口感，不是稀稀淡淡的水哦。这杯多少钱？10万块越南盾左右。再来这颗非常迷你的马卡龙，我点的是海盐焦糖，一定超甜。我怎么感觉到你的脸出现了甜腻感？说实话，我觉得马卡龙等级没有到很强，不过它的味道调配的蛮好的，焦糖不死甜，有焦糖该有的香气跟韵味在嘴巴里面。但是有点可惜啦，马卡龙没有到入口即化的口感。再来闪电泡芙，全部都是巧克力。你切一个罪恶的产物，切牛排了。镜头前的观众一定在流口水。你喜欢吃上面有那个巧克力碎片的这个吗？对啊。好，那我就给你了，因为我不喜欢那个巧克力。怎么侧面看有点像油条？你在吃柔和豆浆哦？巧克力红豆。哇靠！我认真说哦，这个真的超浓。我刚刚说切太大块给你了，这应该一片一片片小小的吃，但有点出乎我意料，因为它把巧克力能浓稠到这个地步也不得了。精华在精华。然后来这边啊，还可以顺便买马福巧克力的伴手礼，而且这里买有一个好处是，它前面都有
一小块一小块让你试吃。像我之前直接去大卖场买是没有办法试吃的。很幸福哎！我跟你讲，马夫巧克力多好吃，你每一个味道一定要把它试吃。我不得不说，它的包装真的非常精致，随便拿2盒起来，你看这已经是精品百货公司的质感的包装了。最好的是它不吝啬让你试吃，这边有夹子，然后你夹，这个是他们卖最好的 best seller 柑橘巧克力。蛮好吃的，好刷嘴，因为柑橘它有一点点酸，加上巧克力的甜，它融合在一起 perfect。除了这边之外啊，这边还有各个越南6个省份不同的产区的巧克力，例如它有一些 single， 就是说它是单一产区的巧克力，有不同的趴数、不同的苦味、甜味，它都帮你分门别类。哇，好好吃哦！天，你又来了。它每一个巧克力的味道层次太丰富了。想要更亲民划算的选择，这间绝对是送礼救星，自选10种口味装满，只要甜甜价。这间店是越南在地的巧克力品牌，他们的巧克力豆是来自于湄公河。你可以自己煮10个巧克力，装在这边的盒子。那这边的盒子有不同的风格图案，都很有在地越南的特色。巧克力有很多种口味，这边可以试吃。那这个10片装的一盒是15万越南盾。这种大盒装，它有他们越南的图绘风格、人文特色都融在里面。它的巧克力其实是有胡椒、辣椒不同的越南他们在地的香料融入在这个巧克力里面，所以吃起来也会有别于我们在台湾吃到一些巧克力啊，那这边都可以吃到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味道。那像这边有不同省份特色的巧克力口味，像那个就是惠安的，那上面有惠安的奥黛，是富国岛的。最后再去这间日系伴手礼店，包装有够犯规。好啦，我的钱包君今天又要失手了。他们卖最好的法国面包有6种口味，它这边都可以试吃。看起来蛮精致的。因为这间店是日本人监制的，他把越南的伴手礼做得更精致化，适合送礼，而且是这种小包装的，你买回去很适合分送。难怪我进来的时候有一点来到好像东京车站旁边伴手礼的那种即视感呢。对，因为像我们平常买越南的伴手礼啊，大家可能会觉得，包装比较朴素一点，你就把日本人包装伴手礼的风格带到越南来，所以这边的东西都很适合把回去送人。有英文、中文以及韩文，所以你来这边也不用担心看不懂他写什么。越南家庭的春卷，要把它做成饼干，味道是咸的，这还蛮特别的。第2名的，第3名的是东帝邦啊，越南版的西贡 banana。因为越南腰果不是很有名嘛，所以它这边也有出越南腰果，不同口味。蜂蜜、椰子、焦糖跟一般的烘焙的腰果。因为越南它也是腰果的出产大国，腰果其实没有到特别便宜，因为它这种一小袋的，但是要25万越南盾。它把它精致化，可是它价格不是这么实惠了。如果要买这个腰果，我很推荐有调味的，它调味的还不错。你看这饼干的造型很特别，是越南斗笠的造型。你知道日本人最喜欢搞那个外形很漂亮的东西不好吃。最近薛仁啊，因为他每天都在吃健康餐，他都会去加这种辣酱，但把它做成小的，放在包包当成扣环，好可爱。这是要提醒你随时随地都要记得加辣酱吗？我对这个不予置评，实在太 over。这不是越南版的防狼喷雾剂哦。对啊。原本想来粉红教堂当个完美公主，结果悲剧发生了，大门深锁。各位小玩家们，开放时间的笔记一定要做起来，记得在下午4点半以前来哦。但是上帝关了一扇门，就会帮你开另一扇窗，因为我们要回汉市场拿奥黛啦。到底穿起来会变成越南小姐姐，还是越南小春卷呢？终于到了我最期待的环节——晚餐时间。我们锁定了米其林认证的宝藏好店，身为最诚实的吃货代表，现在就帮大家去验货哦。我们现在来到这间店，也是米其林的名店哦。这间的特色就是很多的料理都是可以用卷的方式把它卷起来吃。现在点的这道也是他们的招牌。海陆综合的蛋煎，越南蛋煎超好吃，所以它的蛋煎也是可以配很多的酱料，已经有米子跟生菜，
毕竟是要用动手卷东西吃嘛，所以桌上都很贴心的有附湿纸巾。看到竟然还有泡菜耶，这个是要给韩国人吃，所以他有附泡菜吗？你只加青菜，加点小黄瓜。哇，这一大坨看起来超丰盛的耶！每次来吃蛋煎都有莫名的满足感，超级巨大，超爽的。先沾这个酱。补充一下蛋煎的正确吃法，因为店员看到我们乱吃，他就受不了了。他说这2个酱是要混在一起的。咀嚼的时候那个脆感啊，就好像是你把整包的多利多汁塞进你的嘴巴里面，但是它不会油腻，因为有酱汁、青菜以及肉类的一些调味。白饭来了，白饭这碗是2万块越南盾，一小波耶，好大量。大碗的白饭就是要配脆皮猪肉才叫爽啊！来给大家看一下脆皮猪肉，哦，上面烤的焦香的样子。来越南吃他们的叉烧或是脆皮猪肉，基本上口感都不差哎。我再吃一个配酱的，这个酱是金桔辣椒酱，我们配上薄荷叶吃看看。这是我第一次吃到金桔辣椒，绝美搭哎，金桔的酸跟辣椒的辣融合在一起，这道我推。这样白米饭来，吃完看爽一下。招牌拼盘一定是必点，这拼盘很划算，你看还有鲜虾春卷跟烤肉串，一次吃到各式各样的越南小吃，超棒。这个炸馄饨里面的内馅非常的饱满，吃起来很过瘾，很扎实。炸春卷也超好吃的，再配越南的酸辣酱，超开胃。还记得我在汉市场的预告吗？就在饭店附近的换汇所，是目前实测下来最好的汇率，还好有发挥实验家精神，多问几家。我真的是勤俭持家的小媳妇啊 ！What is the rate? Taiwan dollars? Taiwan. Yes. For 1 pound of Taiwan dollar. 哦，82500。May I still come here? 你可以 Not 讲 that. 中文，你可以讲中文哦。不然你讲英文我也听不懂。就是之后我还可以来这里换汇吗？可以就是因为不是你们有新的法规，就是越南法规说新的要到合法换汇所才能换，不然会被罚钱。不会，我们这边你们这边不会，所以你们是有 license 的，就是合法的换汇所。你听哪里讲呢？很多人在讨论这件事情，去不合法的地方会被罚钱，对对，所以我们大家都担心，不知道去哪里换汇。所以你们这里2月之后还是可以来这里换汇。来行来行，好，谢谢谢谢。拜拜拜拜。刚刚在换汇的时候，就顺便问一下当地的店员关于越南的新法规对于他们来说有没有影响。那但是当我在问的时候，我觉得听起来似乎在他们当地是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他也很好奇说，这个新闻我们是怎么听来的？那我再跟他说明。那刚刚店员是跟我说，未来还是可以在这边换汇，合法的换汇所除了机场的嘛。再来是银行的，以及外面的银楼。如果说很担心这件事情，你可以观察一下这间换汇所，它是不是有跟银行配合？可能上面会有写说它是跟哪一间 bank 合作，或者是说它有写它是合法的换汇所。那个文字我会放在下面让大家参考。有的店上面会有这一行字，你就可以放心的去跟他兑换越南盾，因为它是合法的换汇所。虽然刚刚店员跟我说他们之后还是可以继续换汇，但是我还是持一个保留的态度，因为毕竟法规一下来之后，我不确定这边的状况会是怎么样。不过以我现在的情况来跟大家说，这间换汇所还是可以来换汇的，提供给大家参考。因为据我所知，有些换汇所它已经是关起来了，不让大家换汇。另外也帮大家统整，在惠安问到的汇率是1比815。根据这次的实测结果，我推荐在机场换汇，因为安全性最高以及最方便。假设在兑换台币1万块的情况下，不同汇率之间的差距会是多少呢？如果是820和825这种些微差距，1万块台币只差60块，这时候就不一定要花计程车钱去很远的银楼兑换。假如是800以下的汇率，除非是急用，否则换一点点就好。因为汇率每天有波动，如果你想追求稳定的汇率，也可以平均分配现金，在不同的地点兑换。终于可以扑向大床的怀抱了！这间饭店的床铺不夸张，可以说是我最爱的床，我称之为云朵床。睡觉时有全身被包覆的软绵绵感受，像躺在云朵一样。隔天的早餐才是重头戏，现煮河粉、越南面包的喂猪行程真的太幸福了。
而且用国旅的价格就能住进来。你们猜猜看，这样一晚到底要多少钱呢？影片的最后，我们将分析饭店的优缺点，并且公布住宿费用。订的这间房是 king size 的双人床，所以床铺非常的宽，可以在上面打滚了哎。旁边有2件浴袍，这应该是袋子，小型的保险柜。旁边这里能放行李箱。旁边的 mini bar， 台上的东西这种的都可以喝，免费的。这个有封条的，代表它是要另外收费的。那 mini bar 里面的都是要收费的哦，这边有价格。竹子做的灯笼非常有感觉，简单的小沙发，桌子椅子也是，旁边有插头，2孔的可以插得进去。越南的是220V， 大家带电器来的时候要再留意一下。旁边有个露天的阳台，是真的可以出去的。那浴室的部分，我们这个是没有浴缸的，就是一般的淋浴间，基本的备品。牙刷、棉花棒、梳子、浴帽、刮胡刀、洗手乳。淋浴间有附护发乳、洗发乳跟沐浴乳基本的配备。房间的莲蓬头是这种有过滤功能的，所以对水质有要求的啊，来这里就不用担心。大家早醒来啊，最让人瞩目的就是大家看到旁边蓝白色相间像地中海的一个泳池，它的设计啊是用透过蓝白相间，在这样一个热带型的国家，别有希腊的风味。最旁边呢，它有一个酒吧，而且啊，如果你想要做阳光浴的话，这边也有躺椅。哇，来到这边度假真的非常享受，而且老实说，我觉得它的价格并不算贵，你享受到希腊风的酒店式度假体验。Do you want to dance? Yeah. Where are you come from? You feel me? 台湾你。上来啊，大家可以看到，它很不错，它泳池旁边还有浴巾以及救生的设施。然后我们往前面看一下，前面是健身房，跑步机啊、卧推椅相关的一些哑铃什么都有，一应俱全。然后它这边外面有沙发椅，然后这边是餐厅。这个5星级饭店啊，有一个必喝就是越南的咖啡。越南它是全世界第2大的咖啡出口国，罗布勒斯的咖啡偏浓跟苦涩，越南人呢很习惯用炼乳，然后配上这个黑色的咖啡融合在一起，就会成为他们地道的越南咖啡。除了冰咖啡之外，还有一个必吃的，就是越南河粉。不要看它的汤头看起来清清淡淡，但是当喝了一口，味道真的非常的清甜，再配上扁条状的河粉，哇，真的太好吃了！现做法国面包，那这边有教学，先把法国面包切开，这烤箱感觉蛮高级的哦。切开之后，要先加酱。喜欢烧肉就多拿一点哦。雪人做的粤式面包是什么？它很好。为什么弄很多蔬菜在后面？它好像是没有人去弄的祖坟，就是杂草丛生。你看，因为炒烧都是它猪肉那个叉烧好香哦。但雪人它放辣酱、猪肝酱这一些特别的酱融合在一起的时候，那层次是非常多元的。这我真的会想再拿第2个，因为厚实有扎实感，好吃。这间瑞斯蒙特呢，观察下来，这边大部分的房客系欧美客以及韩国人居多。我来跟大家分析这间的优点跟缺点。我先讲缺点好了。房间有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它的衣架设计的很高。我想说是怎样？以为来这边人每个人都是像欧美人一样身高180吗？我拿那衣架，我垫脚还摸不到，要叫我老公拿。房间的隔音普普通通，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房型是靠近马路这一区，所以晚上的时候听得到外面车子的声音，就不要选靠近大马路的那个房型。我们再来讲优点。优点是这里的地理位置环境很好，旁边有非常多的餐厅、超市、按摩店，甚至换会所都有，所以住在这条上面你不会无聊。走过去大概7到1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美西沙滩逛街。
这里的装潢风格跟其他的饭店比较不一样，它是走希腊地中海式的风格，所以我住进来这间饭店，我会觉得好有度假的氛围。重点是它的价格非常的亲民，这间是5星级饭店哦，一晚只要台币1900，还包含早餐。这间是5星级饭店里面 CP 值非常的高，也会很主动积极的帮你提醒你或是做一些服务。对，这个是小细节。像我在早上吃 buffet 的时候，我要倒咖啡，他都会直接冲过来说，我就上咖啡，还蛮积极主动。旁边还有个小小的酒吧，晚上跟早上的时候，这边会放一些音乐，你会觉得这里更有度假的氛围。下一集是巴拿山攻略，我会教你怎么拍到无人的佛手桥，如何避开大雾，记得订阅才不会错过。喜欢这支影片就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我们是创世小夫妻，下集见。